大家好，这里是不穷游的老师，今天带大家继续探寻13陵那些未开放的陵寝。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13陵的永陵。13陵永陵呢是明朝的第11位皇帝，也就是明世宗朱厚熜的这个陵寝。朱厚熜是谁呢？可能说这个名字大家不一定那么的熟悉哈，但是要是说到他的年号，相信大家是非常非常耳熟能详的，就是著名的嘉靖皇帝。在石碑的正后方，对的就是永陵的神道。大名鼎鼎的这个明世宗嘉靖皇帝哈，他之所以妇孺皆知，倒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么大的这个丰功伟绩哈，或者是在政治上有多大的这个历史的功绩，也不是他有多么的贤明啊，或者是有多么的臭名昭著，而是因为这位嘉靖皇帝在任的这个期间哈，出了很多很有名的人物，都有谁呢？比如说海瑞。著名的海瑞尚书，还有戚继光抗倭，对吧？然后还有这个严嵩揽权，就是这几件大事呢，都是出在这个嘉靖皇帝这个嘉靖年间。所以可能但凡上了点年纪的人，应该是对这个嘉靖皇帝都是非常不陌生，而且对刚才我说到的那几个历史典故或者历史人物也是非常熟悉的。这些内容在一些戏剧作品啊，或者是课本里啊，其实都有出现过。比如说海瑞罢官，这就是一个非常让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戏剧作品。同时还有，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一个越剧叫《舞女拜寿》，那个也是发生在嘉靖年间的故事。嘉靖皇帝呢，确实是一个很善于玩弄权术的高手，当然也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一个皇帝哈。所以在他的任上出了这么多奇葩的事情、奇葩的人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也是比较巧，我们刚才在谈到宣德皇帝的时候呢，也就是说，刚刚在景陵的时候就提到说，因为景陵的宣德皇帝他是生活比较节俭的，很反对那个后宫的这种奢靡，所以他自己的陵寝都盖的相对来说是建制比较小的。然后到了嘉靖皇帝的时候呢，嘉靖皇帝觉得景陵实在太小太寒酸了，然后还专门给他加盖了一些，所以我是觉得比较巧哈，因为我们刚刚从景陵过来，没有几步，然后就到了这个永陵，他们两个的陵是挨得很近的。我们都已经把车点着火了，准备要离开的时候，突然间发现，就在永陵的这个石碑前的神道哈，从这一侧看，依然保存得非常的完好。我们也探寻了这么多个陵了。除了总神道以外，除了长陵是那个最重要的也是最大的那个陵，包括它也是对外开放了嘛，所以保护的也非常好。除此之外呢，这是我们到现在为止看到的保存最完好的一条神道，就是这个永陵的神道。从石碑到大殿那边的这个神道呢，就不用说了，那边是很好的。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时候看到的，就是在这一条神道都很难能够看到这么完好的。虽然它也是跟这个村路啊、村道啊，实际上是有交汇的地方，但基本上保存的还是不错的。可以看到这里曾经有过一个限高杆，限高2米。应该是为了对这些文物进行更好的保护。还有前面，你看我的正前方和我刚才我的右手这个侧面都有这个2米的限高杆。我看到了一个牌子哈，上面写着"保护文物从我做起，保护神路人人有责"。看来是真的曾经采取过一些措施，所以才能够使这个神道、神路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保存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意外的发现。